强要求高，哪怕儿子的手艺已經很娴熟，只要和兒子一起做魚腐，做父親的總忍不住重複每個步驟。隻刀壓住，輕輕地一拖，能夠塊魚皮就出到嚟。取出的魚肉剁碎成蓉，混以蛋清及少量澱粉。搅拌摔打成魚糜，捏挤成丸，置於油鍋。炸制過程中，站在鍋邊不停地攪拌半個小時，待到丸子表面金黃，膨脹成乒乓球大小，魚腐就算做成了。剛出鍋的魚腐因內部空氣冷卻迅速坍塌，使得表面出現不規則的紋路，皺沙魚腐因而得名。手工製作的魚腐口感更加細膩，卻早已滿足不了市場越來越大的需求。盧德文和父親一起想辦法自己設計改良一些機械設備，取代部分工序。不過，就算機器能省點力，每天還是少不了起早貪黑。從父親手裡接過傳承棒，每天凌晨1到4點，盧德文就要和弟弟開啟一天的序幕，趕製當天的第一批魚腐。係啦，你備好油先啊，調好油溫啊。啲客人咧好早就會過嚟攞貨噶啦，一般要4點零鐘起床做，唔係嘅話就趕唔前。剛剛接手生產時，發生了一件事，讓盧德文更加堅定要使用設備代替人工。09年嘅時候咧，接咗張比較大嘅單，2000幾蚊嘅魚腐，差少少火候就全部壞晒。我翻嚟就諗，盡量用機器嚟代替呢個最辛苦炒魚腐嗰一步，就唔使好似老豆咁一日到黑都要企住喺個鑊邊。呢個顏色咧就啱好起鑊啦。新鮮炸好的魚腐，趁熱就着煉奶，外酥裡嫩，滿口甘香。用魚腐做菜，對於廚師出身的盧成強來說，更是信手拈來。老廣認為，油炸的魚腐燥熱，而絲瓜性涼，兩者剛好中和。魚腐絲瓜湯變成了固定搭配。魚腐用清水浸泡，去除表面油漬。絲瓜炒軟後，燒煮1-2分鐘，魚腐和絲瓜相遇，一香一甜，簡單美味。魚腐雜菌包是另一道經典的家常菜式。些許蒜片爆香，加入菌菇炒至軟身，加水及魚腐煮至沸騰。臘腸激發菌菇的鮮味，魚腐吸飽汁水之後，軟糯鮮甜。釀菜是客家人餐桌上的主角。釀魚腐別出心裁，花肉剁成肉末，芋頭、冬菇切小粒兒，翻炒至5成熟，再與花肉、韭菜、適量澱粉混合拌勻，餡料才算完成。魚腐見小口，釀入餡料，隔水蒸熟。
焖煮至入味儿，酿鱼腐才可起锅。芋头粉、冬菇香、鱼腐糯，配上花肉，多种口感混合在口腔，是不可多得的免辣下饭菜。我这里一天都烧到10多盘还有，几百盘还有，300-400盘还有。做鱼丸都是新鲜的鱼，不新鲜的鱼不好做。林慕龙14岁，因为生计跟哥哥一起学做鱼丸，至今已经做了50年，到儿子这一辈传了4代。以前的不管是半夜3更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做，以前都是没冰的，一船一靠岸就买回来就马上做，全部都是用手工做。达豪的渔民对一年4季鱼的讯息了如指掌，可惜随着海洋的过度捕捞，现在的鱼品种越来越少。以前的鱼就不是单纯这那个鱼啊，以前就麻鱼啊、马鲛鱼啊、黄金鱼啊，什么鱼都有。那个鱼它的甜度或者新鲜度、轻度，比这任何鱼都好。做鱼丸的第一道难关是将鱼的骨肉分离。林慕龙几十年的苦功让他练就了一手绝活，虽然已经60多了，有点老花，却能凭手里的感觉将以多骨出名的那哥鱼处理得干干净净。这样刮一下，它的这个小骨头就出来。你现在你要叫人家手工要这样搞的都没办法做，都做的都赶不上人家需要，这速度太慢了。剔干净骨头的鱼肉，加入适量的盐水、淀粉和蛋清，然后开始用劲儿搅拌拍打。这是做鱼丸的第2道难关。看上去动作很大，但林慕龙一滴汗也没出，因为他早已摸索出用巧劲儿的方法。不过，过1000次拍打的繁琐，还是让愿意手工做鱼丸的人越来越少。拍到什么时候合适，也全凭经验。打下去是要着它打成有这弹性、有粘头出来了，这鱼丸搞得会滑就好。拍打不够，焦浆不吐，鱼丸松散而没有弹性；拍打过度，鱼浆变老，鱼丸就没了脆和嫩的质感。打的时候就是10分钟左右就好，你打时间太长了，它就发热。鱼肉发热容易变坏，腥味也会加重，所以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拍到起焦，就可以拿来捏丸子了。这水是差不多40度的温度，要放在水里泡到它，等下这鱼接了以后才可以下锅。捏好的鱼丸要入锅煮熟，摊凉装袋才易于保存。煮鱼丸时，一丝丝的鲜香钻入鼻孔，整个空间充满鱼的鲜甜。煮熟之后的鱼丸浑圆光洁，富有弹性。林慕龙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，毕竟正是靠着这门手艺，成就了他的家庭和事业。好，里面坐。林泽龙是林慕龙的2儿子，18岁开始跟着老爸学习。除了杀鱼、做鱼丸，他还会一样特别的手艺。这2个就是卵了。墨鱼喜欢在远海的海洋深水中生活，每年春暖季节，
由深海游向浅水内湾进行产卵。这黄鳝以前人家不知道了，就一起打下去吃，吃了这个红红的，就要肚子疼。刚开始的时候是人家剥出来一个一个的拿去煎，吃了还不错，黏腻度是好了，打好了，然后就可以去煎了。达豪人把它叫做墨鱼卵果，在平底锅用力压薄，再用猪油煎至金黄，散发着一股诱人的鲜香。咬下去，里面却还是滑嫩雪白，嚼着软而富有弹性。鱼皮一般用鲩鱼或鲮鱼皮为原料，一条2斤的鲩鱼，在厨师灵活的双手中起出薄薄的鱼皮，碱水洗过后，腌制8到10分钟，过清水，10秒钟热水，30秒冰水，时间掐得刚刚好，出来的鱼皮才有嚼劲。拌上姜、葱、芝麻和秘制酱油，爽脆鲜香。传统的顺德老菜，貌似家常，但全部都是易学难精。切薄啲咧，就剁嘅時候短啲，但係切厚啲咧會有骨酸。擅長料理魚的秦雨琪，可以將一條魚演變出多種菜式。著名的均安魚餅，需要將魚肉剁碎後反覆揉打，直到打出筋道來。這時的魚肉富有粘性，看似軟嫩的魚肉，煎出來的魚餅卻有了爽脆的口感。最令人拍案叫绝的豉汁蒸鲮鱼鼻，只取鱼头中最嫩滑的鱼嘴，用豉汁蒸出酱香，各中细微差别，精明的本地食客总能辨出高下。秦雨琪也在传统顺德菜的基础上，不断加入自己的想法。鱼骨熬制的高汤煮粥，只取细腻的粥水，加入剔除鱼刺的鱼肉、瑶柱丝、丝瓜等11种配料，用粥水煮的拆鱼羹，就是秦雨琪自创的拿手菜。饭制作虽然简单，但前期工序却全都是手工活，清洗是关键的一环。我们都是用那个海水来进行一个清洗。还有一个腌制的过程。海水的话，因为它是含有一定的盐度，这样子的话，那个鱼身等一下煮完了以后，它会更加硬身一点。传统的鱼饭制作不用开肚去鳃，洗净后，另一个关键步骤就是将鱼摆放到刷洗干净的竹篮里。那个头朝下，40度角，围成一朵花一样。中间的话，它留一定的那个空间，它是为了煮的过程比较难煮，能把这个鱼煮熟。摆盘撒盐，每天同样的动作要重复几百次。2015年，在外打工的林玉华回家，跟着有30多年卖鱼经验的父亲学习制作鱼饭，把一个小作坊做成了大鱼行。鱼饭的种类已经不局限于传统便宜的花鲜鱼、巴浪鱼、菇鱼，还多了黄角鬣、那哥、青鲈等10多个品种。林玉华煮鱼，除了海盐水，还有一味秘方。这个海水的话是直接那种大船，然后出到沿海去把这个海水拉回来的。因为以前传统的鱼饭都是直接在船上直接用海水煮的。
煮鱼的水准备就绪，腌制了20分钟的鱼也准备下锅了。为什么要加这个筛子呢？就是防止这个鱼在蒸煮的这个过程中，它浮动或者说变形。包括我们最上面的要加那个重物，也是为了在蒸煮的过程保持它的美观。无需任何调料，要的就是淡淡的鱼腥气和海水的咸味儿。等待猛火煮上15分钟便可出锅。古书中将蛋明称为不食利者，在没有冷冻保鲜技术的旧时，出海几日不归的渔民，为了保存食材，就地取材，在船上架起铁锅，取海水将鱼煮熟，回航就可以售卖。煮熟的鱼用热水淋在鱼面上，去除泡沫，让篮子里的鱼汤流出，晾凉后，一份完美的鱼饭才算大功告成。外乡人第一次吃鱼饭都会惊讶，鱼饭为何只见鱼不见饭呢？鱼饭是没有饭的，说我们这个鱼饭蒸煮出来以后比较鲜甜，可以当成那个饭吃。新鲜质优的鱼饭，外表鱼色富有光泽，鱼身坚挺硬直，干香不输米饭，营养堪比主食。鱼饭绝非浪得虚名。